早上你走进超商，一杯现煮美式45块。中午经过一间独立咖啡馆，同样是美式，菜单上写150，有些手冲单品甚至一杯要200-300。都叫咖啡，都是黑的，都是热的，价差却可以到3倍、4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多出来的那100块到底是喝进了什么？是店面租金，是气氛，还是根本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？今天我们就从这杯咖啡的价差出发，聊聊你手上这杯价格是怎么长出来的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，聊时事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看便宜的那一杯，超商咖啡为什么可以压到45？第一是规模，像小七的 City 咖啡，全家的全家咖啡，全台加起来上万台咖啡机，咖啡豆、牛奶、外带杯，全部由总部集中采购，买的量够大，单价就压得够低。一般餐饮业抓成本大概是售价的1/3，但这种等级的连锁，下单量大到可以把成本压得更低。第二是标准化，你不需要一个懂咖啡的师傅，按一个键，机器就把浓度、水量、萃取时间全部固定好，品质稳定，人事成本也低。也因此，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，如果不算那台咖啡机的成本，一杯超商咖啡的原料可能不到10块钱。这个数字没办法完全查证，但它点出一件事，超商咖啡的商业模式，重点从来不是这杯有多讲究，而是我怎么用最稳定的方式，一天卖掉几百万杯。那45块买到的是什么？是一杯及格、稳定、随手可得的咖啡，它的任务就是让你每天都想来一杯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，会发现咖啡这个字其实藏着两个很不一样的世界。这里要带一个关键词，叫第三波咖啡。简单讲，咖啡有过3波浪潮。第一波是冲热水就能喝的即溶咖啡，让咖啡变成人人喝得起的日常。第二波是连锁咖啡馆，把喝咖啡变成一种空间和社交。而第三波是把咖啡当成像红酒一样的农产品来对待，开始认真谈它的产地、庄园、海拔、品种，还有处理法。差别到底在哪？就从最源头的采收讲起。传统的商业咖啡采收时往往是整串采下来，不管红的、绿的还是没熟的一起收，追求的是量。但精品咖啡的庄园会要求采收工就采红透的、成熟的那一颗，光是这个动作，人力成本就差了一大截。再来是处理法，咖啡其实是一种果实，红红的叫咖啡果，我们喝的是里面的种子。怎么把果肉去掉，怎么发酵，怎么晒干，这就是处理法。用水洗，用日晒，还是用蜜处理，做出来的风味天差地远。精品咖啡把这一步当成创作，商业咖啡则多半是能快就快，能省就省。接着是分级，业界有一套攻略标准叫 SCA 杯测，一杯咖啡经过专业评鉴，满分100分，达到80分以上才有资格叫精品咖啡，分数不到就是商业咖啡。而要稳定做出80分的豆子，从农园照料、挑豆到处理法，每一步都要花更多人力去顾。连烘豆的逻辑都不一样，精品咖啡多半用比较浅的烘焙，目的是保留豆子本身的风味和层次，所以你会喝到花香、果酸这些细节。而早期很多商业咖啡反而会用很深度的烘焙，再加糖、加奶去调味，某种程度上是用深度烘焙和调味去盖掉豆子本身的味道。所以那杯200-300的手冲，你多付的钱，有一部分是原料本身真的更贵、更费工，另一部分是冲泡的技术。手冲的水温、研磨粗细、注水的速度和节奏，每一个环节都在影响风味，靠的是人的经验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视角收回到你手上这杯。讲到这里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，贵的比较高级，便宜的比较廉价。但这件事其实没那么简单。先说清楚，精品咖啡的贵很多是真的有成本，更讲究的采收，更严的分级，更花工的处理和冲煮，这不是纯粹的噱头。但反过来，一杯咖啡的售价里也不是只有豆子。独立咖啡馆那150块里，还包含了店面租金、装潢、一个师傅站在那里的时间，还有你坐在店里那2个小时的空间。你付的是一整套体验，不只是那杯液体。
而超商那杯45块也不是比较差，它只是把资源全部集中在稳定和便利这两件事上，不谈风土，不谈庄园，但它保证你在任何一家店、任何一个时间喝到的味道都差不多。这在商业上是另一种了不起的能力。所以与其问哪一杯比较好，不如问你这一杯想满足什么。赶时间要提神，45块那杯刚刚好。想坐下来慢慢感受一支豆子的风味，那多付的钱买的是另一种东西，他们本来就不是在比同一件事。至于怎么喝的崇明，其实很简单，先搞清楚自己要的是效率还是风味。要效率，别为气氛多花钱；想探索风味，那杯贵的你会知道贵在哪。从一杯45，一杯150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。一种靠规模和标准化，把咖啡变成人人都喝得起的日常；另一种靠产地和手艺，把咖啡变成一种值得慢慢品的体验。他们用的是同一个字，做的却是两门不一样的生意。所以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下一次你手上这杯咖啡，你会先看它的价格，还是先想清楚自己今天想喝的到底是一杯提神的黑水，还是一段坐下来的时间？而当咖啡这两个字可以同时是45也是250，我们喝的真的只是咖啡吗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